一个家族能把生意做大不难，难的是当亲情和利益冲突时，他还能不能走下去？大家好，我们想做一件事，把过去100多年里那些走得最远的华人家族重新讲一遍，他们的迁徙，他们的规矩，他们的判断，他们的代价。不为别的，这些故事是写给所有华人的。一个家族传了5代，靠的是什么？这一集我们讲李锦记。李锦记，一瓶蚝油，今天摆在100多个国家的厨房里。但这个家最难的一仗，不在市场上，在家里。那一年，李文达卖掉了自己的工厂，他要凑一笔钱，把亲弟弟手里的股份买回来。兄弟2个从小一起长大，这一年，他们在法庭上见。故事要从更早说起。100多年前，广东新会，一个小孩出生，叫李锦商。幼年丧父，跟着母亲过日子。后来到南水谋生，海边的人爱吃蚝，他就开了间小茶寮，煮蚝，卖蚝。1888年的一天，他烧着火煮蚝，忙别的去了，忘了关火。等他想起来，锅里的蚝水已经熬成了一锅黑褐色的浓汁。很多年以后，孙子李文达这样讲起祖父，他舍不得扔，尝了一口，味道竟好。那锅没舍得倒的汁，他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蚝油。李锦记就是从这一锅开始的。好日子没过太久，一场大火把南水的店烧光了。李锦商带着一家人去了澳门，重新开张。那时候的澳门，一条街上10几家蚝油庄。蚝油是澳门的名产，从这里装船，卖到北美唐人街的中餐馆。在这条街上，李锦记蚝油品质最佳的名声一点点立了起来。李文达就是在澳门的蚝油庄里长大的。家里人说，这个孩子从小就盯着这门生意，念到初中，满脑子都是蚝油。第2代把生意的重心搬到了香港。李锦商把家业平分给了3个儿子，可3个儿子对生意的看法不一样。2个想稳着来，一个李文达的父亲李兆南想把蚝油做成普通人家都买得起的东西，铺开了卖。一家人谈不拢了。最后，李兆南带着儿子李文达举债，把另外2房的股一點點買了回來。我加入嘅時候呢，李金記就喺香港皇后大道中262號地下一個鋪面，員工得幾個，真係初初好艱難。
我都要喐手，無論大人細佬哥都即係冚唪唥用人手生產。这一年，李文達接手李錦記第3代。分家这件事在这个家已经发生过一次，他大概没想到更痛的一次还在后头。在李文达手里，李锦记往外走，他用一个新牌子熊猫牌打进了美国市场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他把弟弟李文乐请了进来，一起做。兄弟俩差15岁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很好。李文达把40%的股份分给了弟弟。那几年是这对兄弟最好的时候。后来李文乐查出鼻咽癌，在那个年代，癌症2个字几乎就是一句宣判。没过多久，李文乐提出要分家，他病着，怕自己撑不久。他的太太怕，万一人不在了，这一家会被扫地出门。可那时候，公司正在到处建厂，到处要钱。李文达想先把生意撑过这道坎，分的事缓一缓。弟弟不肯等，一个说祖上传下来的家业6/4分，一个说对半，谈不拢。兄弟2个最后在法庭上见。这场官司打了2年。李文达想不通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为这件事，他大病了一场。1986年和解，6/4分。李文达拿出8000万港元，把弟弟手里的股全买了回来。钱不够，他卖了黄竹坑的厂房，又借了一大笔。那一年，李锦记差一点就断在自己人手里。这一仗之后，兄弟2个再没来往。2年以后，看着2个儿子走到这一步的父亲李兆南走了。这件事李文达记了一辈子。后来他说，没有和谐的家，就没有家族的事业。我们要发展，有部分他不愿意发展，我们大家意见不好，大家分开发展也是好事。我經過2次家庭呢啲長病啊嘛，我不希望有第3次，我就會組織一個家庭委員會。2次分家，李文達想了很多年。他想通一件事，靠感情攔不住下一次分裂。於是他做了一件別的家族很少做的事，把規矩寫了下來。他和太太、5個子女、7個人，組成一個家族委員會，每3個月開一次會，一開4天。談的不是生意，是這個家怎麼往下走。第1條分工寫在紙上，到了第4代，醬料一攤，健康產品一攤，各交一個兒子，各管各的。父輩那種談不攏就拆台，從一道感情題變成了一道結構題。第2條，規矩擋在自己孩子面前。李家的孩子想進自家公司，得先在外面做滿3到5年，從基層做起，做不好一樣走人。婚姻也寫進去了，
不准离婚，不准婚外情，违反就退出董事会。挡的不是外人，是他自己的儿孙。我1954年结婚，现在是2007， 53年多。50年不容易过，他对我们家里的人很好，所以我们一家人很快乐的。第3条，规矩里留了出路。不想接这门生意的，可以把股份退给公司，人还是这个家的人，照样回来开会。而真正打理生意的未必是李家人，董事长一定姓李，可总经理请外面最好的人来做。家族握着方向，生意交给专业的人，留还是走，自家人管还是外人管，都有规矩可循。無論對於個人還是係企業，我認為能夠持續發展先係最有意義嘅。經常有人問我，李錦記背後嘅動力係咩呢？就係私利及人。牆上掛着一幅字，他把它講成一句很白的話：你有利，我有利，我有利，就回饋社會。這張桌子今天還在，每3個月，李家人照樣圍過來，開4天會。只是主位上那個人不在了。李文達把這個家傳到了第5代，他沒有把它交給感情，也沒有全交給自家人，他交給了一桌子人都認的規矩。